完蛋了，2489有很多玩家都已经移民离开了，2489即将要堕落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最近我发布的影片呢，都有不少的观众就要求我说，叫我讲一下关于2489很多玩家移民离开的事情，好像说2489要灭国了什么之类的消息，要我做影片专门来讲一下这件事情。那么也是一样的，我会整理一些名单，然后跟大家讲一下有哪些玩家已经移民离开了，有哪一些玩家移民进来2489了。那中间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为什么我没有感到特别惊讶？还有对2489未来的发展有什么看法之类的。首先我们看一下2489的亡国记录，那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糟糕啦，因为你们可以看到现在2489依旧还是有170亿的战力，然后拥有超过8000万战力以上的玩家，依旧还是有接近114位的。那这个账号要不要算你们就自己看吧，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去算。当然还有一些玩家他们没有在联盟里面啊，这个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也有可能他准备要移民之类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太想要这么早去做影片的原因啊，因为可能有一些玩家他要移民离开都还没有准备好，所以如果你们叫我现在突然去做影片的话，可能之后那个名单又会有改变，所以一般我是想要等到他们报名 KVK 的时候才来做这个名单啊，但是要等到2489报名下一次 KVK 呢，要等到7月的时候所以有一点久啦。那大家又这么心急想要看2489到底多少玩家已经离开了，所以我就现在先做一个表格给大家看，但是至少可以看到还是有100多位玩家，依旧还是有超过8000万战力啦。如果我们大概去计算之后可能会有大概10位玩家移民离开的话，其实至少都会有100位。至于击杀方面呢，还有4兆击杀，所以我不知道谁讲的，哇，2489已经灭国了，你还有这么高的击杀，你跟我说你要灭国了。而且2489灭不灭国的主要重点就是 Arvix 还有没有在玩，如果 Arvix 不玩了，那很大可能真的是灭国了，但是 Arvix 如果还有坚持在玩的话，灭国的可能性是很低的。只能说现在的情况就是那种超过1000亿击杀的玩家已经走了好几位，那些比较高击杀的玩家也是离开了不少，所以才变成现在拥有4兆击杀，之前是差不多5兆击杀，接近6兆击杀。但说实话，就算现在已经变成4兆击杀，在国际服还是很高的击杀。不过等一下我会给你们看一下其他王国他们的击杀总共有多少啦，给大家看一下比较现在489的击杀算不算是非常高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名单，这里我是整理出来有哪一些玩家移民进来，还有目前现在还在2489的玩家有哪一些。那之前有观众跟我投诉说看不到，那现在看到了没有？放大大给你们看，还是看不到的话你们要去配老花眼镜了。那可以说这一次移民进来2489的玩家只有2位而已，一个就是 Daichan 其实是之前2489联赛的指挥，那这一次我去越南线下的时候也是有见到他啦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叫 Whisky 的玩家，这个就不认识了，这个来自3560。大家那个账号应该是他原本自己的账号，因为我看他账号之前没有换过名字，他从1888这边移民过来2489，然后剩下的就没有了就只有2个玩家移民过来2489。当然看到这边有一些玩家就讲，哎呀完蛋了，2489只有2个新移民玩家怎么办？我还是要强调那句，我这个列表做的时间有一点早，就是人家才刚结束 KVK， 他还没有到下一次报名 KVK， 你就叫我去做这个列表，肯定是还没有看到新的移民玩家进来呀。因为据我所知，2489之后还是会找一些玩家移民进来他们的王国，所以现在暂时只有看到2个玩家是很正常的，不代表说他们真的要灭国了，可能要等到真的他们7月报名的时候，我们再做一个列表比较一下，看他们有多少玩家移民进来吧。然后多数玩家的名字还是保持不变的，就比方说后面的这2排玩家其实名字都是一样的，然后前面这里呢就有一些玩家改了名字，又或者是看到他是来自哪一个王国，但这边收发看下来就只有2个玩家改了名字而已，多数玩家还是没有变更了。
那么来到大家比较好奇的地方，究竟有哪一些玩家移民离开？我这里也是做了一个列表给大家看，比较多的玩家他们其实是移民到2359啊，你们可以看到红色这一排有这么多玩家，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下，这边红色名字多数都是之前960的玩家，那这边我可能会做一些推测啦，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讲。有2位玩家他们是移民到1881，然后剩下的一些其他玩家呢，他们是移民到不同的王国去啊。有看到好几位玩家他们是已经把账号给卖掉了，就比方说这里上面的这3位，还有包括笔筒，其实他也是卖掉账号了，但是名字并没有改，所以我就不确定他会不会有可能自己再回来玩啦。因为我们在上一次 KVK 就是刚结束不久的 KVK， 在中途就已经听到笔筒已经把账号卖掉的消息。另外就是有包括 Ginny 好像把他手头上的账号全部都给卖掉了，这个我之后要再整理一下才知道，但可以看到他名字是已经更改了。然后剩下这些玩家他们多数都是去一些其他0033的王国，就只有这一班人他们是已经确定移民到2359而已。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没有登录，他依旧还是在2489啊，但是已经是看不到他有加入联盟，然后很久没有登录了。那这边先说一下为什么他们移民我没有感到非常惊讶的原因，就是在前不久其实 EVA 有跟我透露说他们要报名奥西里斯联赛要写那个名单的时候呢，这一群之前960的玩家就有跟他们说不要写他们的名字上去，因为他们之后可能会移民到其他的王国，然后要报名联赛，所以我才知道了这件事情，是差不多在2个星期之前就已经知道了。那他们移民离开的原因呢，我觉得有比较大可能就是担心说之后面对到的敌人依旧还是1093，就是像之前那样子死循环960跟1093这样子的情况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可能就是文化不同嘛，因为2489毕竟还是亚洲王国，可能他们比较难融入亚洲王国的一些文化或者是沟通方式，因为2489其实有很多都是越南玩家，他们的英文都不太好，比较难去沟通，可能沟通上面出现一些问题。但我是得承认了2489他们的管理啊，还有他们的系统之类的，其实做的比较完整一点。就是你加入了2489之后，基本上你不用去担心说有没有人处理这个东西啊，有没有人去驻防，有没有人去集结，因为多数都是 Avix 账号都会去处理，他的管理层会去处理这些事情，只是你要跟他们说一声而已。那你们这边应该也是看到我算出来的总数了，就是他们这边总击杀一共有 1.4兆，这你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2489从原本的5兆击杀变成4兆击杀少了这么多，因为其中你们可以看到有2位玩家他们是已经超过1000亿击杀了，然后 DS 也是接近要1000亿击杀了，Canada 的击杀也是很多。基本上这些之前960的玩家他们的击杀都是特别高的，然后剩下一些0033的玩家就有包括像这个 MA974 他的击杀也是挺高的， Ginny 的击杀也是挺高的。最后先说一下我自己个人的看法，我觉得他们移民离开也不是一件坏事情啦，因为2489现在的情况就真的很像之前960的情况这样子。我在很早之前就已经讲过了，我一直很反对2489去接收这么多960的玩家，因为你这样子只是进入了那个死循环而已，就是960跟1093的死循环，然后现在变成2489跟1093的死循环。可是现在他们移民过去2359，然后93他们也说了他们要变成一个联盟的王国，但是3308已经崛起了，所以之后有比较大可能就是2359跟3308他们会变成最强的先锋王国，也就是他们会变成下一个1093跟960。我反而觉得2489现在的情况才是比较舒服的情况，就是玩家不会特别多，你更加有可能去匹配到一些其他的王国，而不是来来去去都只有93。然后因为他们讲你的击杀太高，你太强，所以他们不想要跟你打 KVK， 就比方说像他们最后一次 KVK 这样子，一直说2489很强，不要跟你们打，你们还有一个配件什么之类的，你长期这样子没有办法打 KVK， 玩家自然而然也会走掉的。而且我个人是觉得说，像现在他们已经移民过去2359，其实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情，因为现在2359已经变成最强的先锋王国之一了嘛，那他们移民过去之后，也是会让他们王国的战力跟击杀也是
提升到一个档次之后，可能也是会进入死循环。那假设说3308不想要跟他玩的时候，他们又有哪一些敌人可以选择呢？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现在是大佬一直在抱团，一直在移民到同一个王国里面去。像之前960解散的时候我就已经讲过了，其实我觉得960解散是一件好事情，让他们那些玩家全部都分散开，不要集中在一起。但是他们的想法依旧还是我想要跟我的朋友一起玩，这个想法是没有错的，但是你们也要看自己的击杀有多么高，你的击杀太高就会变成说很难跟你的朋友一起玩，除非官方他们真的会去改掉那个匹配方式啦。因为如果是以这种总击杀来计算 KVK 匹配的话，其实是不公平的，你这种老的账号击杀肯定会比起新的账号更多，永远都只会制造成不平衡的 KVK 而已。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2359他们王国的整体数据好了。现在他们的王国已经变成有2个联盟是已经超过100亿击杀了，因为我看到比较多移民进来的玩家他们是放在这个联盟 Boba for Life， 点开联盟成员你们可以看到一些名字啊，多数一些新的移民，还有就是2489移民过来的玩家名字也是在这里。他们好像是有分类，就是说哪一些是原本就在这个王国里面的，然后还有哪一些是新移民进来的。所以现在的情况他们已经变成2个联盟了吗？有返回巅峰时期了吗？所以如果总计算下来的话，他们这边的战力大概有230亿左右，这2个联盟加起来。至于击杀方面呢，2个联盟加起来总共的击杀差不多有 4.9 兆，接近差不多5兆的击杀。至于活跃玩家人数方面呢，可以看到战力最高的就是巴黎队长，然后下面还是有蛮多玩家是已经超过3亿2亿战力的也是挺多的。哇，他们这个王国好肥哦。至于超过8000万战力的玩家一共是有152位，这位玩家要不要计算就看你们自己啊，我是觉得说可以计算啊，这个算是正常玩家来的。个人击杀方面也是更新啊，因为那些击杀比较高的玩家都已经移民进来了嘛，他们总共是有3个1000亿击杀的玩家，但是我相信之后还是会有其他1000亿玩家会更新上去啦。当然除了看2359的数据之外，我们也是要看一下3308的数据变成怎样了。现在他们单联盟就已经240亿的战力了，击杀方面总数有 4.3 兆的击杀，还是比起2359稍微少了一点。那战力最高已经是不需要介绍，就是俄罗斯父子，他们依旧还是战力最高的玩家。至于他们超过8000万战力以上的玩家总共有157位，所以如果是以玩家人数来讲的话，其实3308确实是可以跟2359抗衡的，他们的玩家数量接近嘛。至于1000亿击杀方面呢，他们这边1000亿击杀的玩家显然是比起2359还要更多，这边总共有5位是已经超过1000亿击杀，即将进入1000亿击杀的玩家也是有2位左右。那先讲到这2个王国先啦，因为1093我不确定他们什么时候才搞定好移民的事情啊，有可能他们还在整理着要变成一个联盟的过程，所以关于1093的名单他们的数据可能我要等迟一点才会做。以上就是2489目前的状况啦，就是各位可以看到他们到底有多少移民玩家离开，还有2359、3308他们目前的王国情况，至于各位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呢？当然如果你们还想要看2359和3308的王国数据，像他们有哪些玩家移民进来或者是离开的话，也可以跟我讲，我之后可能还可以再做一些数据跟大家分享。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，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